Hello， 大家好，我是冉成。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石海中那个著名的5A 面板替身亲吻 Kiss。说到5A 面板替身，最著名的莫过于白金之星了。然而实际上，JoJo 的奇妙冒险中，这种强悍的诅咒面板其实不止白金之星一个。这样算的话，还得有那个星红辣椒啊，雷德猴斗奇里佩帕，以及迪佛西得体笛子当得起谱。剩下的就是这个亲吻 Kiss。作为和徐伦同样被剑的碎片意外激发了替身。亲吻或许是因为艾梅斯强烈的复仇欲望，以及自身不惜进入监狱也要杀亲仇人的这份强烈的意志，才获得了如此强大的替身。替身面板破坏力 A。 作为出现篇幅不多的亲吻，其破坏力的展现镜头其实也不算多，但我们依旧可以从其打败的敌人状态来判断一二。首先是僵尸幽灵化的石宝兹，作为没有痛觉、不会停止、可以站在天花板上的透明僵尸来说，其身体的强度要比人体自然来得更坚硬。虽然不知道和1、2部的狮身人相比如何，毕竟一个是死人被替身能力复活，一个是被吸血鬼同化，三拳两脚将其打碎，我觉得这个展现力作为 A 应该算是名副其实的了。自然，其表现力其实也只有这一战了，毕竟其出场次数实在是太少了。速度 A。在和 FF 一战中可以看得出来，亲吻的速 A 还是比较切实的。其能在和同样是速 A 的幽浮狱卒的对拳中，依旧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能力应用在手臂上，并且还能趁机救下警卫看守。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艾梅斯的亲吻在速度上也可以算得上是速 A 的上乘。精密动作 C。很少有替身能做到面板离谱的同时，精密度依旧很高。自然了，亲吻也不例外嘛。其精密动作呢，最多也只能和普通人相似，像正常人一样出拳什么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的速度极快，以此也能用连打来弥补精密度上的弱点。持续力 A。亲吻不论是能力还是其替身本身都能长时间的出现，持续力自然也是 A 了。不同于红王那种肾虚面板，亲吻不但可以长时间的出现同时也能做到大量的连打，而不用完之后就消失。射程距离 A。 大多数时候我介绍替身射程面板的时候都会提一句这里指的是替身距离本体的范围。那么请问这个人形态的强力力量型替身是怎么能够离开本体范围 A 的呢？你要说猩红辣椒，这是必须还得附近有电源它才能够离开本体超远的距离，我能理解这是限制。那么请问亲吻为什么没有限制呢？其实这里的射程 A 指的是亲吻的胶带，也就是替身能力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物体，能够离开本体的范围。这个替身胶带正是亲吻1分为2和2为1的能力，而这个胶带也是替身的一部分，所以能够离开本体的范围是特别远的。具体有多远呢？大概一个佛罗里达州是不是问题的？所以说射程距离它是 A。 顺带一提这个胶带貌似普通人也能看到，也能使用，并且还会被自然物体所干扰和影响，也就是说普通人也是能使用的，比如说液体会影响其粘性等等。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去到极远处的一个贴纸，作为替身的一部分也是有实体性的。自然了，其面板被加强到了 A。 成长性 A。 作为一个还未被开发完全的替身，其成长性也被荒木老师定义为了 A。 虽然其在漫画中并未学习到任何其他的替身能力，也没有看出来有任何的成长内容，战绩呢更是平平无奇，但是其替身能力的运用却有着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这里呢还得引用陈太郎那句原话了，是的，我们接下来就得好好的讲一讲亲吻的替身能力了。亲吻在发动后可以不断的在艾梅斯的掌心生成一个正方形的玫红色胶带，这个胶带其实是实体物品，可以被常人触碰，更是可以随着时间而失去粘性。它可以粘在任何物体的表面上，被粘上的物体会根据其物体性状等一系列分类进行自我分子复制。可问题来了，如果粘在手指上，手指会变为2个；粘在手臂上，手臂会变为2条；粘在头颅上，头颅会变为2个；而粘在什么地方，整个人会变为2个呢？那么2个头颅是否都具有自我意识呢？粘在衣服上，衣服会变为2套，笔会变为2个。那么具体是什么东西，哪个部位会变成2个？这个实在是太笼统了，根据剧情的需要而使得不同的部位变为2个。另外，在撕下胶带之后被分离的物体会迅速的回归到原物体身上，随后呢，原物体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那这里问题又来了，这个回归的速度它没有限制
其实根本就没有提到他到底会以多快的速度飞回来。大决战的时候，陈太郎甚至借用艾梅斯的这一招，用斯皮德瓦跟炮射的钢炮直接从医院赶到了佛罗里达州的火箭发射中心。好家伙，天堂之石那一段啊，安波流更是举一反三，将幽灵手枪打出了子弹粘上亲吻的胶带，用撕下来后物体合二为一的速度，甚至一度躲过了天堂神父的追击。你说这到哪说理去？还有这个所谓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放在敌人的头上你撕掉贴纸，敌人直接再起不能；你放在自己的头上撕掉贴纸，依旧打得风生水起，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啊。总之这个能力的描述其实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你比如像大决战的时候，你可以这么想如果艾梅斯将贴纸粘到那个航空飞机上的话，那是不是整个航空飞机就会被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从而阻止神父呢？亦或是还是说它只会复制出一片航空飞机的这个外机阻燃皮呢？像尿壶这种单一分子结构的物体它能够一分为二，我能够理解吗？你像皮鞋这种多分子的物体勉强也说得过去吧。你像人体这种无比复杂的物体，你依旧能够复制，还能供血，还有神经、痛觉、视觉，那复制的限制和具体规划到底在哪里？究竟这一张贴纸贴上去是复制出来一根体毛，还是一个部位，亦或是一个大部位，还是整个个体的复制呢？或许也是因为这个能力太笼统，荒木老师才限制了艾梅斯使用其替身的篇幅好了，我是冉晨，大家下期节目想看第6部的哪个替身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